当我们抬头仰望深邃的夜空，无尽的星河就像在诉说着宇宙的奥秘。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带来的震撼影像，就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星世界的传送门，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遥远而神秘的星系。而在这繁星点点的宇宙中，有一种天体以其惊人的亮度脱颖而出，成为宇宙中的灯塔——类星体。类星体，这个听起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体，其实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之一。它们并非恒星，却能发出比恒星还要明亮的光芒，甚至能在数十亿光年之外被发现。这种亮度让类星体在宇宙中如同明灯般耀眼，成为了天文学家研究宇宙的重要工具。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银河系中也隐藏着许多这样的类星体。它们就像是我们后院的超新星爆发，虽然平常不易察觉，但一旦被发现，就会让人惊叹不已。这些类星体究竟是何方神圣？它们又是如何产生如此惊人的亮度的呢？要揭开类星体的神秘面纱，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的形成机制。类星体通常由黑洞或中子星等致密天体周围的物质吸积盘组成。当这些致密天体吞噬周围的物质时，会产生巨大的能量释放，形成强烈的辐射。这种辐射包括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等多种波长，使得类星体在宇宙中闪闪发光。然而，类星体的亮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经历不同的活跃阶段，从宁静到狂暴，从微弱到耀眼。这种变化与致密天体吞噬物质的速率密切相关。当吞噬速率加快时，类星体的亮度也会随之增加。反之，当吞噬速率减缓时，亮度则会降低。这种活跃性的变化使得类星体在宇宙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美。除了亮度之外，类星体还有许多其他引人注目的特点。它们通常位于星系的中心区域，与星系的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透过观测类星体，我们可以了解星系的结构、动力学以及演化历史。此外，类星体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极端条件下的物理过程，这些过程对于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至关重要。Quasars are baby galaxies that were born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itself that are raging black holes in space. They're so bright, you can easily pick them out in photographs on the planet Earth, and they date all the way back to almost the Big Bang itself. But what happened to the quasars? We don't see quasars in our galactic vicinity anymore, so they must have become quiet. So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se giant black holes that we just discovered are in fact baby quasars that simply got old and matured, and now we see them as gigantic black holes lurking in space. Well, some people say, let's g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find mini black holes. Are they dangerous? Well, realize that we orbit around the black hole at the center of the Milky Way galaxy. That's why we're here today to talk about this on the internet. We're not swallowed up by a black hole because we orbit around them. However, are there wandering black holes? And the answer is yes. In fact, we've been able to track wandering black holes as they wander through the galaxy. One day, one of them may catch up with us and eat us for breakfast, and it wouldn't even burp in the process. 几百年来，天文学家们一直怀抱着对宇宙奥秘的渴望，将望远镜对准浩瀚无垠的夜空，试图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然而，直到1950年代，他们才决定改变策略，采用无线电波这个全新的视角来描绘宇宙的蓝图。这就像为他们戴上了一副神奇的 X 光眼镜或太空夜视镜，使他们能够透过宇宙的尘埃，洞察那些平日里难以捉摸的奥秘。起初，天文学家们并未发现太多令人振奋的新发现，因为许多在可见光下熠熠生辉的星系也在释放着无线电波，这使得无论是否佩戴这副神奇的眼镜，他们都能一窥宇宙的风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新奇且令人惊叹的现象逐渐浮现，那些在无线电波中闪烁的物体，竟从未在可见光中露出过真容。这就像是在宇宙中调到了一个陌生的电台，播放着来自深邃宇宙的神秘旋律。这些无线电发射的谜团如同一个个待解的谜题，让天文学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了1960年，他们已经在天空中发现了数百个这样的神秘讯号源。你能想象他们当时的困惑与好奇吗？这就像是在宇宙中随机切换频道，每个频道都播放着令人费解的旋律。早期的天文学家们对这些无线电讯号的来源感到束手无策，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可能收到了外星人业余无线电网络的讯号。毕竟，对于一个勇敢的宇宙探险者来说，这样的幻想也未尝不可。然而，随着他们利用更先进的望远镜，如哈勃望远镜，继续深入观测，这些神秘的物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些物体在可见光下并非完全隐形，只是它们的光芒太过微弱和渺小，就像远处的一只萤火虫，在黑暗中努力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天文学家意识到这些奇怪的物体并非星系，因为它们看起来只是天空中的一个小亮点，而不是巨大的光点。同时，它们也并非普通的恒星，因为恒星通常不会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无线电波。于是，这些神秘的物体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类星射电源，意为类似星星但又不完全像，且发射大量无线电波的物体。这个名字虽然富有描述性，但确实有些拗口。幸运的是，后来这个名字被简化为了更容易记忆的类星体。这就像是用半人类无线电波发生器来称呼你的邻居显得过于复杂，而直接叫他的名字则更为亲切和简洁。然而，即使有了这个新名字，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仍然花了近30年的时间，才逐渐揭开了类星体的神秘面纱。对于那些期待在宇宙中发现小绿人围绕强大无线电发射机的外星迷们来说，或许会感到有些失望。但真实的答案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事实证明，类星体的奥秘与黑洞紧密相连，而且是那种质量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引力巨兽通常潜伏在巨大星系的中心，就像守护宇宙城市中心的强大怪兽，静静地掌控着周围的一切。黑洞本身无法发出光，因为它们的引力太强，连光子都无法逃脱。这就像试图从厚重的金属保险库里广播讯号，讯号会被困住和削弱。但围绕黑洞的物质可不是这样。你看，当物质透过内摩擦失去能量并向黑洞螺旋下落时，它会释放出电磁辐射，像一场宇宙烟火表演。围绕着黑洞的物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面圆盘，有点像土星的光环，但规模要大得多。当这些物质慢慢降落到黑洞表面时，会产生大量摩擦和热量，并发出越来越亮的光，直到达到类似恒星核心的温度。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吸积盘，这就是这个圆盘的学名，还会喷射电离物质的喷流，就像旋转的洒水系统喷出带电粒子，而不是水。这些喷流在黑洞的自转和强大的磁场作用下被聚焦成紧致的光束。这些粒子在宇宙中穿梭，从星系到星系，作为宇宙射线发射无线电讯号，被星际磁场推来推去，就像一群宇宙冲浪者在磁力波上骑行。总体而言，类星体在整个电磁波谱上释放的能量是惊人的。一个遥远星系中的类星体，其亮度甚至能超越该星系中所有其他数十亿颗恒星的总和。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超新星，与林里所有的街灯竞相争辉，将其他一切都掩盖在它那耀眼的光芒之下。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类星体时，它们看似只是一颗小星星，却蕴含着如此惊人的能量与奥秘。但类星体的亮度远远超过任何银河系外的恒星。
如果类星体是一支宇宙街头表演乐队，那他们肯定是那种声音大的让其他乐队都被淹没的家伙。我们的银河系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叫做人马座 A 星号。不过很遗憾，围绕着这个本地引力漩涡的吸积盘太薄太暗，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类星体。就像在黑洞的近视狂欢中，这个黑洞就是窝里最瘦弱的小狗。你看，那些类星体系统就像是罪恶的小狗，它们强大的引力可以凶猛地吞噬周围的气体、尘埃和其他物质。随着这些物质不断涌入，吸积盘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物质在被压缩时会释放大量能量，形成强烈的辐射。而我们的人马座星号周围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物质供它吞噬，所以它虽然活跃且缓慢的吸积，但与那些超大质量类星体相比，它的进食习惯简直小巫见大巫，就像是吃剩的几块面包屑与吞掉整个无敌狗粮碗的差别。除非发生一些戏剧性的事情，例如我们期待已久的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大约在几十亿年后，人马座星号很可能会保持相对平静，成为宇宙中那位安静而低调的市民。它就像是黑洞游乐场上那个安静的孩子，不会惹太多麻烦。一方面，这对我们来说有点幸运，因为一个离地球这么近的类星体可能会发射出足以灭绝地球生命的高能量辐射，那就像住在一个不断发射致命伽马射线和 X 射线的超新星旁边，显然不利于你的长期健康。不过，这也让人好奇，在那些拥有这些巨大类星体的星系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生命存在。也许那里的居民进化出了特殊的眼镜来保护眼睛不被刺眼的光芒伤害，或者他们已经进化到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光谱中看到东西，以避免被光线刺穿。听起来就像是个相当不适合居住的邻里，不是吗？但另一方面，我们地球人也因此错过了夜空中第二个光源，它的亮度足以与太阳媲美。想象一下，如果有个类星体像第二个太阳一样照亮黑夜，那该多震撼啊！夜晚会像白天一样明亮，星星根本看不到，所有人都会晒出奇妙的宇宙日光浴。虽然这个天文光秀绝对会成为星际观光的绝佳景点，但缺少黑夜可能会搞乱鸟类的迁徙模式和大多数地球生命的生理时钟。而且我们也无法欣赏那美丽的天鹅绒般的夜空，所以也许我们的银河系在夜晚光照方面有些克制，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因此你可以想象，当人们得知在我们浩瀚的银河系中也可能存在着类星体时，内心的震撼与激动犹如波涛汹涌的海洋。没错，就在我们熟悉又神秘的小宇宙中，并非只有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全倾斜类星体，而是还有更为可爱、体积更为袖珍的版本微类星体。如果说普通类星体如同由超级大质量黑洞奏响的疯狂重金属交响乐，那么微类星体则更似一场温馨而亲密的小俱乐部演出，虽然同样蕴含着惊人的能量，却不会显得那般压迫人心。你或许会心生疑惑，这怎么可能？既然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级大质量黑洞并非类星体，那么这些微类星体又能藏匿于何处呢？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科学家们终于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原来，类星体不仅可以围绕那些超级大质量的黑洞形成，同样也能在普通的黑洞周围悄悄诞生。这些普通的黑洞质量通常只有太阳的几倍，往往是在巨星走到生命尽头向内塌缩时形成的。你知道吗？这些恒星质量黑洞几乎遍布你所能看到的每一个星系之中，就像是有人在宇宙中撒下了一整瓶深邃的黑暗引力井的调味料。因此，尽管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级大质量黑洞可能并不活跃，但仍有许多较小的黑洞静静地等待着由死去的恒星残骸所铸就的新生。你或许不会想到，这些相对微小、质量仅比太阳稍大的黑洞，
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吸积盘和粒子喷流。它们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存在，偶尔却能绽放出令人惊艳的光彩。当一颗靠近轨道运行的恒星因过于接近而被黑洞的引力所吸引，它便成为了黑洞燃料和物质的源泉，共同缔造出一个迷你版的类星体，那便是微型类星体，犹如宇宙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虽微小却充满力量。这些微类星体的吸积盘和喷流就像它们大个子亲戚的缩小版，远没有那么疯狂，但由于它们离地球较近，这些较暗更温和的光秀其实更容易被详细研究。透过了解微类星体中的动态，天文学家们实际上可以洞悉发生在数十亿光年外的类星体中的相同过程。这就像在自家后院仔细观察蚂蚁，然后用这些观察结果推断全球大象的行为，真是挺方便的，对吧？其实，第一个类星体早在1979年就被发现了，名字相当无趣，叫做 SS433。谁会想到这么个名字呢？其实，这是因为它原本是2个天文学家写的一个巨型星表中的第433个条目，所以才有了这个编号。不过，说实话，这名字确实不怎么诗意。截至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微类星体被检测和研究过，但 SS433 一直是全球科学团队广泛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尽管名字平淡无奇， SS433 显然不是个普通的天体。这颗微类星体其实是个包含 A 型超巨星和恒星质量黑洞的双星系统。当黑洞从它那膨胀的伴星吸取物质时，会产生一组垂直的喷射向外喷射。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喷流是垂直于我们从地球的视线的，这些高速粒子永远不会直接撞击我们的探测器。我们就像站在喷流的空隙中伸出双臂，喷流从间隙中穿过，却不直接碰到我们。但当这些粒子数从黑洞射出时，它们会以不同波长和方向发出光，使得像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这样的观测台能够捕捉到令人惊叹的多波长影像，并视觉化它们的结构。天文学家在研究 SS433 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微类星体实际上会发出2种不同类型或阶段的喷流。那喷流只延伸出几光年后便消失了，但更远的地方有一组独特的外喷流出现了，距离黑洞75光年，并且延伸了300光年的范围才终止。我们仍然不完全理解这些外喷流是如何或为何形成的，也不清楚是什么物理过程导致它们在300光年后消失。说实话，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确切成分，我们基本上只是根据它们发出的光谱做出有根据的猜测。然而，最近高能量立体系统 HES 合作组织的杰出研究可能终于开始为我们揭开这些神秘外喷流性质的神秘面纱，透露出诱人的线索。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线索便是 SS433 喷流中竟然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超高能量光子及伽马射线。一般而言，我们并不会期待从诸如星体或吸积盘这样的恒星源中观测到大量的伽马射线，因为所涉及的温度远未达到能够激发出如此高能量辐射的程度。伽马射线就像是电磁光谱中的闪电侠，需要极其剧烈且高能量的过程才能催生这些速度之王。然而 HES 却奇迹般地侦测到了 SS433 外喷流中涌现的伽马射线大潮。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喷流所释放的光谱并非简单的热分布光谱，它们并非我们常见的那种从炽热炭火或恒星表面散发出的光谱。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谜团，但同样，它也让我们对微类星体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与好奇。那么，伽马射线倘若并非源自热辐射，它们的神秘起源又是什么呢？根据目前的理论描绘，喷流中潜藏着高能量电子，这些电子就像舞台上的魔术师，透过精妙绝伦的碰撞技巧，将低能量光子蜕变为高能量光子。这一神奇的转变过程，我们称之为逆康普顿散射。
想象一下，这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杂耍艺人，娴熟地抛掷着五彩斑斓的小豆带球。每当一个高能量电子的抛掷棒与豆带不期而遇，它便慷慨地传递出自身的能量，使得豆带如火箭般以惊人速度飞掠而出。同理，低能量光子一旦遭遇高能量电子，瞬间便被赋予神奇力量，化身为璀璨夺目的伽马射线。这一幕犹如魔法降临，令人叹为观止。HASS 的科学家们如侦探般敏锐，他们意识到，透过精准测量这些从喷流中喷薄而出的伽马射线的能量，便能够逆向追踪出产生这些伽马射线的电子的原始能量。经过缜密分析，他们惊喜地发现，实验结果与理论模型完美契合，就像拼图般严丝合缝。侦测到的最高能量伽马射线，每个光子的能量超越10兆电子伏特，这个数值竟比可见光高出惊人的10兆倍。这些伽马射线大多源自于喷流最深处的神秘之地，即喷流初次展现风采的舞台。同时，能量较低的伽马射线则如同优雅的舞者，在喷流的更远处轻盈起舞，其能量范围大致在10亿电子伏特左右。这清晰的分布模式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强烈暗示着电子在喷流中逐渐失去能量的过程。简而言之，从黑洞附近喷射而出的电子束，初时犹如狂风巨浪般汹涌澎湃，然而随着距离的拉长，到了距离黑洞300光年之遥的喷流末端，它们已然变得如涓涓细流般温柔，虽然仍在坚定地前行，但所携带的能量已是昔日的微不足道。那么这些电子究竟是如何汲取如此磅礴的能量的呢？科学模型为我们揭示了它们背后的秘密。当这些电子被黑洞无情地抛射而出时，它们的初始速度虽已惊人，大约达到了光速的1/4，但还远远不足以通过逆康普顿散射释放出多 TeV 级别的伽马射线。然而HASS 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电子在抵达外喷流之前，就像经历了一场宇宙级的能量盛宴。它们透过一种称为扩散震荡加速的机制，如同穿越一道道宇宙加速垫，逐步累积强大的力量。这个过程宛如一部精彩的宇宙大戏。最初，那些中等能量的电子从黑洞的引力魔掌中挣脱而出，它们穿越由内喷流粒子与周围恒星风和磁场交织而成的冲击波，这是它们遇到的第一个巨大的加速垫，将它们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速度高峰。但这只是它们能量之旅的起点。在喷流的磁场中，这些电子犹如在迷宫中穿梭的探险者，透过一种名为扩散的随机游走过程，在冲击波前缘与磁场之间来回穿梭。每一次与冲击波前缘的相遇，都像是电子与命运的再次碰撞，每一次都使它们的能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就像是一枚宇宙中的硬币被投入弹珠机，不断地在挡板间反弹，每一次撞击都激发出更多的动能，直到最终它以惊人的速度被弹出，成为一颗准备进行逆康普顿散射的高速粒子。当这些电子终于抵达外喷流的起点时，它们已经拥有了数百态电子伏 TeV 的惊人能量。从此刻开始，这些超高能电子便如同宇宙中的高能量弹珠，与周围恒星风和吸积盘中的低能量光子进行激烈的碰撞，将它们转化为 HASS 能够捕捉到的伽马射线。这是一场能量与速度的华丽交响，超高能量的电子与伽马射线的喷射，如同宇宙中最绚烂的烟火，让人惊叹不已。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揭示这些壮观喷流背后的生产机制，无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智力挑战。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会发现理解像 SS433 这样的微类星体的内部工作机制，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微类星体，这些宇宙中的小型实验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在其更大的类星体亲戚中发生的相同物理过程。想象一下，类星体
那些远在数十亿光年之外的耀眼天体，由于距离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它们的高分辨率图像，也无法详细观察它们的吸积盘和喷流的物理过程。即使是我们最先进的望远镜，也无法捕捉到那些有意义的细节结构。然而，微类星体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替代方案。SS433 身为微类星体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性质吸引了天文学家的目光。它的喷流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透过深入研究 SS433 的喷流机制，我们或许能够解锁数十亿光年外全尺度类星体的见解。虽然这个假设建立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之上，可能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但正是这样的假设推动着天文学不断向前发展。当然，要理解微类星体的内在工作机制并非易事，我们需要借助各种先进的观测手段和理论模型来揭示它们喷流现象的真正本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望在未来获得更多关于微类星体的精确数据，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它们的物理过程。此外，微类星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作为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掌握宇宙的全部奥秘。然而，正是透过对这些微小而神奇的天体的研究，我们得以逐渐揭开宇宙神秘面纱的一角，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要寻找这些微类星体，它们不再是隐藏的宝石，而是散布在天空中的明亮灯塔。随着下一代望远镜的不断发展，我们有望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这些微类星体的复杂光秀，从而揭示更多关于宇宙的秘密。在这个充满未知与探索的旅程中，我们不禁要思考，类星体与微类星体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它们又是如何与宇宙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随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或许能够逐渐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总之，类星体和微类星体作为宇宙中的神秘天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探索宇宙的奥秘。透过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在工作机制，我们有望解锁更多关于宇宙的秘密，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在这个充满未知与探索的旅程中，我们期待未来能够发现更多关于这些神奇天体的惊人秘密。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